这个婆婆真是偏心的厉害，连称家的媳妇都能伤害。那天她像往常一样来找小儿子要钱给大儿子，还说只要3000万就够了。失业的儿子婉拒了，但妈妈还是说你哥总得活下去啊。放心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这次投资1个月肯定能翻倍。但这种话他已经说过无数次了，他完全不考虑小儿子也失业了。雨贤恰好听到这一切，他质问你怎么又来了？婆婆反问我，难道不能来吗？我不能来看看我的孙女和儿子吗？雨贤反驳，你是来要钱的对吧？婆婆怒斥你用什么语气和婆婆说话？雨贤终于忍不住爆发了，就因为你偏心大儿子，小儿子都丢了工作，现在还要我一个人艰难维持生计，你还想动用孩子的教育基金？你想都别想。一开始婆婆没多说什么，毕竟要钱的都得装一装，但听到媳妇在说大儿子，说他不再当冤大头，婆婆也不再掩饰，愤怒地扇了一个耳光。我一直忍着，你凭什么有钱就这么嚣张？这真是恶人先告状。雨贤愤怒回击，你要的不只是钱，孩子的教育基金对我来说极为重要，如果不是因为你和你儿子，我也不会这么困难。婆婆继续辱骂，是不是疯了？还想动手打她？幸亏被男人拉开了。雨贤看着婆婆那副嘴脸，不仅气急而笑，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事业有成，还要遭遇这种事。几年前她事业家庭都很成功，现在事业也开始走下坡路，真是祸不单行。想当年她还是个顶级主播，现在却只能给卫生纸做导购，那会儿她还是个时装导购员任。她一直是公司业绩的佼佼者，同事们对她也是溜须拍马，但好运没能持续，她不幸失去了上层的支持，被一个靠关系上位的人取代了。她曾质疑为什么不给自己机会，是不是就因为对方和老板是好友？其以物直言，这就是现实，你只能接受。同事们却在暗地里幸灾乐祸，他们早就觊觎她的位置，但雨贤没有因此就放弃。他私下联系了之前想高薪挖角的竞争对手，但最后现实还是让他承认失败。坦白地说，由于他这几年的业绩下滑，他这个高薪低产出的存在即将被淘汰，所以他们现在不需要他了。听到这，雨贤气愤地扔下名片走了。那女人还暗示，生活中总有些东西比自尊还重要。回到车里，他忍不住反思那女人的话，这让他头疼的厉害。更糟糕的是，科长和高层正议论着要换掉他，他们不想他拉低品牌档次，这让在场的雨贤很不是滋味。试衣时他发现裤子竟然不合身，雨贤抱怨这裤子尺码有问题，但安娜却幸灾乐祸地说肯定没错，别人刚是没问题。雨贤叫安娜说话放尊重些，但安娜毫不在意地说，你只是个导购员，我又不是你手下，稍微注意点你的言辞。工作和生活的一切不顺让雨贤异常愤怒，但安娜还在那里肆无忌惮地说，也不看看自己有几斤几两，就这么开始嚣张起来。雨贤终于忍不住了，直接一个耳光甩过去说，那我就让你看看我有多嚣张。说完他就离开了办公室，直播时更是出了连连失误，本来合身的裤子被人偷偷换掉，这让他直播时出尽了丑。更过分的是有人扮鬼吓他，吓得他一个踉跄坐在地上，这也让裤子的品牌方声誉受损。他意识到这全是别人故意针对他的，工作生活的挫败让他开始胡思乱想，最终他无力地坐倒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曾经抛弃他的奇异物伸出了援手，因为他突然发现雨贤竟然和一个很重要的人很像，他打算利用雨贤来报复那个侮辱他的人。这女人真是太霸气了，他随手扔出一叠钱，警告那女人拿钱走人，并威胁他以后别想再进这个行业。就在不久前，他发现手下居然想要巴结社长，甚至还向他露出鄙视的眼神。于是他约见那女人说，你知道我们公司近年来为什么业绩这么差，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，别以为你能巴结上社长，你这完全是痴人说梦。那女人还若无其事地说，我只是想拿我想要的东西就走。齐专务劝他赶紧收手，还拿出了甲方支付的回扣记录，但那女人还硬嘴说没证据是他拿的。齐专务直接把他的包倒空，翻出里面的钱后说这就是证据。那女人无话可说，齐专务随后扔钱让他离开。离开前，那女人却说你以为你和我不一样吗？随后齐专务被社长夫人拉去看画展，但他被晾了2个小时。其实夫人早就到了，他故意在附近绕了几圈，这是给他的一个教训。随后姗姗来迟的他阴沉沉地对他说，不该看的就别看，我对你擅自决定的事感到伤心。专务聪明地说下次会先和他商量。聪明的齐专务忍不住笑了。随后他注意到了雨贤，因为他突然发现雨贤和社长的初恋长得很像。他看着雨贤顶嘴的样子，感觉就像看到了那个人。他说自己以前没能力才放弃了他，但现在他可能有能力了，他想要提拔雨贤。雨贤知道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所以他婉拒了专务的好意。但专务依旧热情地说，咱们吃个饭，找找翻身的机会吧。雨贤还是摇头走了。看着雨贤不为所动，他就让安娜偷偷换了裤子，还故意装鬼吓唬他。安娜觉得这样对付他是否太过分了？专务只是笑说开除雨贤，你是疯了吗？正如他预期的，科长也注意到了雨贤。雨贤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老公看他那副模样，就知道他还在生母亲的气，赶紧道歉，对不起，他们毕竟是我的家人，本来没事。一说雨贤更生气了，我妈妈的葬礼你也没来，
我妈也是你家人啊。男人辩解说，那时候他出差了，根本抽不开身。但雨贤反驳说，你知道，你妈病重都能赶回去，为啥我妈就不行？对你来说，我和女儿根本不重要，你现在连女儿的教育基金都敢动，这一切女儿都看在眼里。他偷偷给妈妈盖好被子，踮脚尖想给妈妈弄点粥，但刚煮好的粥太烫了。突然间，雨贤听到女儿的尖叫，他急忙问发生了什么，然后看到女儿受伤的脚，包扎好后，他安慰说没事了。女儿哭着说她好害怕，害怕妈妈会不见了。雨贤安慰她，妈妈不会消失的，以后不用害怕任何东西，妈妈会保护你，不让你受伤。就在这时，他接到了专务的电话，果不其然，社长并没有太责怪他，还说邀约他一起吃饭。因为女儿的关系，雨贤终于同意了专务的邀请，他想抓住这次翻盘的机会，不想让女儿再受伤害。雨贤以为是和专务私下聚会，却意外看到了公司的社长。这时专务正好接了个电话出去，而那男的还直勾勾地盯着他，感叹道真相啊，因为雨贤长得特别像他已故的初恋。雨贤却误以为社长有点怪，小声说我感觉很不舒服。没想到社长还挺体贴，安慰他，还开起玩笑来，说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，表示公司还是很需要像雨贤这样的人才的。但社长那热情的样子，雨贤觉得特别反感。这时专务抱歉地说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们聊天了，但是说是夫人打电话找你。社长赶忙解释，女人就是爱胡思乱想，如果跟他说实话，他肯定又误会。专务又抱歉地说，不是这个，是你姐夫有生意上的事找你。然后社长就抱歉地离开了。这时雨贤气冲冲地摔下筷子说，我现在该怎么想？专务耐心地说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也看出来了。社长的眼神很温柔吧，但他和我们不一样，他真心只是想吃个饭而已。雨贤严肃地说，我怎么可能和你一样？这话听着真不舒服。专务解释道，我现在是在帮你创造机会呢，你怎么还这样说我呢？但雨贤觉得彼此不合，气愤地说，我和你不一样。专务不在意地说，那走路小心点。当他推开门的时候，又看到了一脸诚恳的社长。雨贤没做声就转身走了。但天不作美，突然下起了暴雨，雨贤不幸地滑倒了，和地面亲密接触。更倒霉的是，高跟鞋也断了。而专务在房间里问，看着社长陷入回忆，他又慢慢地说，雨贤不只是外表像，连行为都一模一样。社长怒吼道，会秀就是会秀，不存在像不像，你不懂我的意思吗？专务不停地道歉，但社长那张未能释怀的脸，他早料到了。接着社长带着满腔回忆和遗憾开车离开。正当他沉浸在思绪中，差点撞上了一个行人，停下车一看，竟是雨贤。然后他们一起开车去了旅店，他还很贴心，脱下外套给雨贤挡风。雨贤低头看着断了的高跟鞋，仿佛看到了处在人生低谷的自己。他终于鼓起勇气脱掉了外套，然后坚定地走向社长。正当两人似乎要有些不愉快的发展，一阵铃声打断了一切。原来是社长刚买的高跟鞋，他还体贴地跪下帮雨贤穿上，还温柔地问他是否喜欢。两人的互动也就止步于此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社长就热情地给雨贤打电话，由于未定的雨贤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社长听到忙音，只是笑笑说这难办了，但他还是忍不住回想起雨贤推门而来的那一刻，还有那场大雨中他那凄凉的身影。雨贤也在回想，昨天专务虽然说机会难得，但其实也可以人为创造。这时他又接到了社长的电话，雨贤看着孩子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他递上一叠马内，决定正式和他告别，因为只要雨在他身边，他就成了婆婆眼中的坏妻子和坏儿媳。尽管他想用这些钱结束这一切，但为了女儿他不会离婚，他只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好爸爸。男人却还在那里抱怨，却完全没考虑到婆婆为了大哥一直在剥削雨贤，连孙女的教育金都不放过。雨贤无奈的起身离开。这时男人竟然说了句我爱你，雨贤只觉得荒谬至极。随后他又接到了社长的电话，他想起之前断掉的高跟鞋，终于拿出了社长送的那双新鞋。看着这双崭新的高跟鞋，他决定把握这次翻身的机会。第二天，徐导演对他说，前辈，今天你可以早点回家，你的节目有人顶替了。他气呼呼地问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可是力不从心，他只能带着满腔怒火走了。周围人都在猜到底谁会来接替他，他还打赌说绝不可能是雨贤。然而众人惊讶的目光中，雨贤穿着高跟鞋潇洒地走了过来。社长也笑眯眯地看着雨贤，但雨贤却没搭理他，直接带着风度走了。那个曾被生活拖垮的女王又帅气回归，这个财阀真是太狠了。修甲的小妹不小心弄疼了他，他的眼神立刻凶狠起来。被车专务拦下，他还在怒骂。车专务为了自己的目的，故意说那天社长在批评雨贤，财阀这才稍稍放心，还说自己都不敢直接问社长，幸亏有车专务，你能告诉我。但他没意识到被误解的雨贤又像个女王一样归来。同事们对雨贤的逆袭感到非常困惑，安娜甚至直接向车专务抱怨，为什么会是雨贤？雨贤不是应该被赶出公司的吗？车专务淡定地说，为什么你觉得雨贤就该被赶走呢？看来雨贤的黑粉还真不少，不要以为帮了我点忙就能和我站在一起，之前的话都是让你放心的。然后他让安娜看手机，安娜一看，发现竟是他故意换裤子的那个画面。
然后他威胁说，如果这公开了，你在这行就别想立足了。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说完，他转身就走。接着他打电话给闺蜜玉善道歉，玉善却安慰说，我知道这是公司决定，难道真的是姐姐你做的吗？车专务笑着说，这种玩笑真不好笑，主要是你的代购没什么利润了，所以公司全力推崇雨贤。玉善虽然有点难过，但觉得这也让自己轻松些。车专务问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玉善才说，她发现老公一直在打扑克，这10年来自己一直胡思乱想，甚至想过要和他了断，但为了子，她只能装作不知道。分别前，车专务贴心地抱了抱玉善，这让玉善感触颇深。而雨贤再次成为公司的焦点，社长更是锲而不舍。正当雨贤事业如日中天时，她那失业又带娃的老公竟然不去接女儿，要去同学会。雨贤气愤的让他至少先把孩子接回，连做个好爸爸都做不到吗？老公却抱怨雨贤让他透不过气，两人不欢而散。雨贤忙完回家，果然看到女儿还没吃晚饭就累倒了。看着女儿和话，她的一天疲劳顿消，但对老公的怒气更甚。安顿好女儿后，她又收到社长的短信，本想不理会，还是回了条消息。社长收到回信，就像相亲时遇到命中注定的人，一条简短的回复就让他欣喜若狂。社长的心思全在这上面，被女财阀察觉。他又问车专务有没有小飞虫，车专务撒谎说没这事，可能是担心公司业绩。女财阀也表示自己的老公没什么大志。车专务试探着问你满意吗？女财阀沉思后说有点不满，抱怨自己的姐夫事业有成，更烦的是娘家产业快被姐夫接手。看到气氛这么好，车专务问我们是不是该行动了？女财阀抱怨社长没什么新意。车专务趁热打铁说，赖夫人你可以亲自出马。夫人开心的说，我怎么没想到，然后还把插好的花送给专务，但专务离开后就让司机帮他扔掉了。他为了再次达到目标，特意安排雨贤去100公里外的郊外拍照。同事们都在抱怨为啥非得跑这么远。雨贤忙了一整天后，社长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但社长没进房间，而是邀请雨贤出去散步聊天。社长说不希望他误解自己的好意，他只是希望两人能成为分享喜悦的朋友。他希望雨贤能安稳工作，成为一个让人羡慕的人。离开时，社长还特意说就在这里分开吧，他怕同事看到后会闲言闲语。他笑着说希望雨贤介绍他女儿给认识，还说他周围有很多喜欢小孩的人，而他自己就像个傻瓜。雨贤也难得露出微笑。和社长告别后，他在泳池边沉思。这时专务过来感慨，社长完全被雨贤迷住了。专务此时也露出真面目，他希望雨贤能去说服社长，帮他开个分公司。雨贤质问专务为什么要插手决策，专务解释说是因为他答应过已故会长要把社长培养成商业高手，但他发现社长太难教了，但他发现社长很听雨贤的话，如果雨贤想保持优势，就应该听他的。雨贤问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？你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专务感叹你真能耀武扬威啊，你得小心别出错。而雨贤帅气的碰了下杯子说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，然后就潇洒的离开了。专务感慨你高兴的太早了。他放下酒杯，留下一地狼藉后也潇洒的离开。那个直播翻车的过气主播竟然没有沉沦，反而火得一塌糊涂，连平时严肃的导演都成了他的铁粉。同事们个个目瞪口呆，都在猜雨贤到底经历了什么非凡的事。正当徐导欣赏雨贤的作品时，突然接到一个通知，原来社长晚上要参加一个聚会。这消息让同事们都紧张兮兮的，但社长这位大人物之所以会出席这种小聚，完全是因为雨贤长得像他故去的女友。雨贤本以为社长别有用心，于是他拒绝了社长的慰问。然而平时不怎么来往的玉善竟来他家安慰他，还带来了社长女友的资料和香水。雨贤这才明白社长为何如此关照他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用了玉善送的香水。果不其然，社长对他完全着迷。看到气氛有些尴尬，专务建议社长发表祝词，但社长却说今天就不那么正式了。雨贤开口，社长一点都不拒绝，反而赞美雨贤没完。专务觉得自己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司机过来催促，说该出发了，社长才依依不舍地站起身。情商高的专务立刻起身送行，同事们都松了一口气。雨贤看着专务的背影，也站起来说他也要走了。雨贤说他来送社长，社长听了乐开了花，专务只好无奈地走开。两人回眸一笑，别有深意。雨贤带着得意的微笑转身离开。社长说你的关怀让我感到非常幸运。雨贤沉默了一会儿说就当是朋友之间的小帮助吧。社长也高兴地说那我今天来真是太值了。社长在为雨贤加油鼓劲的时候，闻到了他身上那熟悉的香水味，这让他又有点心神不宁。然后他认真地问能不能握个手作为朋友。雨贤笑了笑，慢慢伸出手，仅仅是握个手，社长就觉得自己走了狗屎运。专务失落地回到餐桌，正好碰到喝多了的小卢说要倾诉心事，徐导怎么拦也拦不住，而坐对面的和事佬已经掏出手机在录了。接着小卢就质问专务白天的事儿为什么看见金代表出事，你就装作没看见。徐导看他越闹越凶，只好无奈地把他拉走，但喝多了的人总是嘴硬说自己没醉。说着说着他突然站不稳了，
结果直接带着徐导一起掉进游泳池。专务在一旁看着，忍不住说：“这多像你刚来时候的样子，那时候你也是这么冲，顶撞领导，还说自己不能为了钱违心。”雨贤笑说：“你还真是记性好。”专务摇头说：“你们不懂，以为还有所谓正义。”雨贤反驳说：“那至少证明我们曾经存在。”专务笑了笑，说：“时间磨平了一切棱角，最终你也会变得像我一样圆滑。”然后专务站起来说：“别忘了，我们还有正事没谈呢。”雨贤为了孩子，用尽积蓄请这男的扮演个好爸爸。雨贤都懒得多说什么，那男的还抱怨说：“你能别那么冷眼看我吗？我也在尽力了。”雨贤冷冷地说：“那只是你自以为是。”男的又装可怜说：“就此打住吧，你回去当全职太太不好吗？”雨贤冷冷地说：“过得好的似乎只有你。”说完他就转身走了。这时候之前拒绝他的那位女士发现雨贤上个月业绩全行业第一，打算开高薪挖他过去，还想给雨贤单独打造品牌，真是没人理事穷到爆，一旦出头就亲戚成群。但雨贤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采访结束后，雨贤在公园找女儿，没想到竟遇见了玉善。玉善问专务那天到底怎么了，雨贤说他打算开个分公司。玉善说不管他有没有私心，对他来说你现在很重要，所以你得把握住这次机会。雨贤就问玉善为啥不帮专务。玉善告诉我，其实我们俩挺像的，我跟专务提了个想法，想自己开个化妆品公司，让我老公当社长。专务有点意外我会有这么大的改变，他可不想被我牵着鼻子走，还问我这是怎么回事，需要我把这事儿公开吗？我笑着问专务，你不会真以为我和社长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吧？我们俩纯粹是工作关系。专务故作轻松地说，不管怎样，男女共处一室总是让人瞎想，要是社长的老婆知道了会怎样？这话让我有点慌，但我想起玉善说过，专务是个极其厉害的人，特别会抓人软肋，对付他只能强硬回击，所以我对专务说，那就公开吧，到时候我就告诉社长有人在背后说闲话，说我们的友情不纯洁。专务的态度明显软化了，我们俩最后还是友好的谈妥了。专务无奈地说，你得特别小心，一点差错都不行。会议结束后，专务发信息给徐导，徐导看着我的照片，找借口说自己太忙没空。玉善喝闷酒时收到了亲子鉴定结果，原来这是专务多年失散的儿子。专务看着儿子的照片，含泪发信息说，我没资格当你妈，但还是谢谢你一直好好的活着，只要你信任妈妈就行。与此同时，玉善和专务的笑都带着些不同寻常的意味。专务笑着说，你以为我是在求你吗？以后我说的每句话都是命令，明白了吗？一边得监督雨贤的每一个动作，还告诫我以后别再顶嘴了。回到那个狭窄的更衣室，雨贤说，我其实挺感激你当初的打压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会有今天，但你那种态度我再也不想见到了。原来刚才安娜明显是在挑刺，说雨贤代言的衣服怎么这么难看。雨贤决定当场证明给他看，谁知道安娜还真是能说，一直夸自己眼光多么独到。于是雨贤帅气地拽掉了他的纽扣，安娜一脸无辜却不敢吭声，雨贤径直把纽扣扔了，然后就像没事人一样走了。安娜尴尬的样子全被小卢看到了。下班后，小卢忍不住想问发生了什么，雨贤直接把事情的前后讲了出来，还说虽然嘴上不在意，内心还是忍不住想让安娜尴尬一下。小卢说，我也不会坐以待毙。于是雨贤开始给小卢出主意，如果你真想让徐导原谅你，试试看抓住他的裤脚躺在地上看效果。小卢试图拦住徐导，死命的道歉，没想到徐导假装闪躲后就跑了，于是他果断的扑上去，紧紧抱住徐导。这招果然如雨贤所料，非常有效，徐导也终于露出了微笑。与此同时，专务正在催雨贤去说服社长开分公司，但雨贤坚持要专务先帮他开化妆品公司，这让专务觉得自己被耍了，他感觉自己现在像是个丫鬟。雨贤笑着说，他只是不想被利用完就被随意丢弃。专务沉默片刻后说，你说你没什么可失去的，握刀的人是你，但是小贤啊，我看看四周，我才是真的一无所有啊。这话让雨贤心里一阵发毛，幸好专务最后还是让步了，但他可不希望雨贤得寸进尺。雨贤就要走时，他说，咱们就别再试探彼此的底线了。一直在工作上占优的雨贤看着家里那个废柴老公，他又开始火大，他摔下合同让他当公司法人，但他还是找借口说不想做。雨贤这才气急败坏地说，这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他这才说自己能行，从之前的被动接受到现在别人一问起他就得意地说要开公司了，这让雨贤忍不住哭笑不得。雨贤也只能哑口无言，但雨贤不知道的是，深思熟虑后的专务觉得自己被雨贤威胁了，于是他去找了曾经的人气主播部素锦，希望他能接手雨贤的新节目。徐导抱怨说，那明明是雨贤的节目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最近话挺多的，你是觉得我在抢雨贤的风头吗？之后他宣布雨贤的领导地位到此为止，接下来就让他回家休息吧。在徐导惊慌失措的眼神中，专务说等一切结束后会为他争取机会，这让徐导感到五味杂陈，因为他一直暗恋着雨贤，即便是小卢汇报工作时，他也是心不在焉。就在素锦精心打扮的时候，小卢却找不到徐导的人影，最后在外头找到了徐导。经过一番劝解，
徐导终于平复心情，但徐导的决定让小卢头疼不已。与此同时，办公室里的专务收到了他儿子詹姆斯的短信，但他不知道，所谓的儿子马上就把消息告诉了玉善。随着徐导的倒计时开始，一双玫红色的高跟鞋走进了视线，雨贤再次华丽登场，让所有人都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了。专务气得直拍桌子，而玉善则露出了得逞的笑容。徐导也是笑得合不拢嘴，因为就在不久前，他擅自决定取消了素锦的主播权，被蒙在鼓内的专务气得直接摔碎了杯子。就在不久前，因为徐导的帮助，雨贤成功保住了自己的地位，而违抗命令的徐导正准备引咎辞职，但专务却决定让他全权负责雨贤的直播。原来就在昨天，社长听到这风声后就找专务谈话，他问专务为何想撤掉雨贤启用别人，专务只能撒谎说是为了公司的战略，他想让雨贤专注于化妆品业务，但他的手抖得厉害，暴露了他的紧张。社长巧妙地表示他非常珍惜雨贤，因此雨贤的节目以后别轻易做决定。他没想到自己的棋子反而把自己绊倒了，但他位高权重，不是那么容易就放弃的。第二天，他惊讶地发现雨贤的老公进来公司了，发现雨贤的老公特别爱吃醋，但又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连一个简单的产品介绍都没准备好。于是他故意让安娜去散布雨贤和徐导之间有不寻常的关系，这让男人们想入非非。下班后，他质问雨贤：“昨晚真的和徐导一起喝酒了吗？”雨贤说：“那都是工作上的事，别无中生有。”这明显是雨贤吃定了他，他不愿意从自己身上找问题。接着，雨贤接到了专务的电话，然后雨贤去了专务的办公室，两人开始了还在埋怨雨贤针锋相对的对话。雨贤说他已经掌握了一切，但你好像一无所获。专务笑着说：“别笑得太早，你明天可笑不出来。”还说他竟然听信狐狸的话，像是骑在老虎背上，这让专务觉得这太荒谬了。他告诉雨贤，他只用一晚上就能摆平他。雨贤并未放在心上。随后他收到了社长的短信，雨贤笑着说：“老虎来找我了。”专务也明白雨贤已经不受他控制了，于是他立刻让快递员送来快递。而雨贤的老公一看照片就脸色大变。等雨贤回来时，他说他对不起所有事情，但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？雨贤说没有。男人提到我们结婚时说过的话，但现在情况变了。雨贤冷冷地回答说是啊。而那个口口声声说自己善良的男人，第二天就开始报复雨贤，为了让雨贤名誉扫地，甚至不惜贷款制作劣质产品，而使用了雨贤产品的美妆艺人，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毁容照片。雨贤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了。雨贤急急忙忙地跑回家，发现自己的老公已经不在了。等他稍微平静下来，问徐导其他产品有没有问题。徐导回答只有那瓶达人的产品有问题。雨贤随后看到垃圾桶里的快递包裹，一看寄件人，就明白这全是专务的手笔。于是他质问专务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专务却说：“我本来是想给你看的，没想到你老公会先看到他。”他冲进来的时候，雨贤气愤地说：“我不会就这样放过你。”专务笑着说：“难道你要去告老虎吗？如果你真那么做，我就告诉他，是我让你接近他的。”还说这不全是雨贤的错。雨贤说这是别人故意策划的。专务说：“你是负责人，当然要负责。”雨贤还想解释，玉善安慰雨贤：“到此为止吧。”玉善即将离开时，专务还说：“雨贤没你看起来那么简单。”玉善随后拥抱雨贤，安慰他，让他冷静下来，有我在你身边，不用害怕。雨贤担忧地问：“为什么要帮我？”玉善说：“别担心，帮你不是免费的，以后你得还我。”第二天，忙碌中的雨贤接到老师电话，说女儿打了小朋友。雨贤只能无奈地请玉善帮忙照顾女儿，但玉善因为要直播，只好请社长帮忙。雨贤处理完事情后赶到儿童教室，看到女儿和社长玩得很开心，雨贤非常感谢。社长笑着说：“是芷允在陪我玩。”两人随后告别，芷允和社长挥手告别。玉善小跑过来，问他和芷允相处的怎样。社长说很开心，还说你突然找我，我都吓了一跳。玉善说大家都在忙，但又不能随便找人，只能请你来帮忙看看。社长问你找我肯定有别的事吧？玉善随后戴上一个戒指，原来这戒指是他曾送给一个女孩的。玉善说是通过雨贤才知道他的女友是慧秀，而这个戒指是其专务，在慧秀出事那天掉在他家里的，这让社长忍不住胡思乱想。而玉善这么做，是因为他早就察觉到了专务和她老公的友谊，但他手上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几天前，他故意安排他们见面，拿到了那段不同寻常的录音，这沉重的打击让他天天都在想象。而被老公背叛的雨贤，直接把戒指扔进了垃圾桶。第二天，他就跪求专务，希望专务能再帮他一次。雨贤又一次向专务求助，但专务说你已经没用了，他让雨贤滚出公司。正当雨贤准备收拾东西离开时，他看到玉善发来的信息说社长要来办公室。雨贤摆脱了刚才的软弱，直愣愣地盯着专务，两人脸上都露出胜利的笑容。刚才还泪眼婆娑的主播，只是看了一眼信息就变得信心十足，原来他的靠山来了。男人看到雨贤那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连忙让雨贤快点站起来，而雨贤也很有心机地摆弄着。专务急忙想为自己辩解，没想到男人直接怒吼这是怎么回事。突然的变故，专务被吓得直接晕倒了，不到10分钟救护车就到了。正当社长想要跟去的时候，
普组长自告奋勇去照顾，而社长只能带着心事准备回家。但他看着车窗前的照片，还没来得及思考，雨贤的老公就上来给了他一拳。正当男人庆祝自己破坏了妻子的事业，他依然觉得不爽，于是准备偷袭社长。不堪一击的男人很快就被社长制服了。社长急忙质问他这是干什么。男人说你没资格和我说这话。社长也意识到自己被误解了，他急忙解释事情的经过，自己和雨贤是清白的。男人还表示我信你个鬼。社长反驳说我不是叫你信我，你应该信你自己的老婆。你知道一个女人走到这个地步得多不容易吗？作为她的丈夫，你至少不该是落井下石的那个人。男人说这都是屁话，但社长还是耐心的劝他去道歉，去关心夏雨贤。男人不解地问，你怎么还能这么理直气壮？保安赶到，把男人带走了。雨贤赶到现场，但社长说他不打算追究，我只是怕他再跑了伤害雨贤。社长告别离开，回到车里，他看着照片，回想起玉善的话，感觉这一切都是其专务的设计。另一边，男人看着因自己而事业尽毁的雨贤，羞愧地低下了头。但他出了局后问雨贤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雨贤说我们什么都没发生，是你凭空想象，毁了我的事业和人生。最不应该的是你在化妆品上动手脚。男人恼羞成怒地吼道，那时我真是气疯了，我看着照片就胡思乱想了，还抱怨说是你变了，你的心是不是被社长动摇了？雨贤终于明白，男人真是没法帮的废物。他对他说，我放弃你了，你可以心安理得的逃跑，但我得为了女儿回去承受你留下的烂摊子。看到雨贤这么决绝，而他却是那个陷害他的人，也意识到自己误会了雨贤。男人在那里哀嚎自己的不幸。医院里，医生劝专务快做决定，因为你已经是肾衰竭晚期了。但专务决定直接出院。刚和他闹翻的徐导居然拿着咖啡来看他，原来他是来求专务放过雨贤的。专务说做事情是有代价的，还说雨贤的节目会被无限期停播。专务坐在回公司的车里，他接到了玉善老公崔议员的电话。议员急忙问专务身体怎么样了。专务回说自己挺好的，还劝那男人多关心关心选举。这一幕全被司机看在眼里，转告给了玉善。玉善站在窗户前，回忆起自己昨晚故意让他去见专务，男人嘴上说不去，背后却偷偷摸摸的。忍受了10年的委屈，他实在忍不下去了，他把录音交给了那男人。另一边，社长问专务这是谁的杰作，专务说这是他准备给雨贤的。社长问这是为了什么，专务说是为了保护社长，及时清除那些对社长不利的谣言。社长却是冷笑不已，他质问专务背后到底搞什么鬼。专务否认了这回事，但社长马上拿出一个盒子给专务。专务一看戒指上刻的是社长的名字，吓得把戒指扔了。然后社长质问专务，听说这戒指一直在你这儿？专务回说怎么可能。社长接着问那天你有没有去见过慧秀？专务知道瞒不过去，只好承认有。社长急切地问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专务说他去的时候慧秀正在哭，还说已故的会长经常找慧秀的麻烦，而那戒指也是慧秀让他还给你的。他当时也不明白慧秀为什么说要离开就自杀，还说自己和慧秀感情如姐妹，怎么可能害慧秀。说完他以身体不适为由告辞，但一关上房门，立马拿出二锅头来壮壮胆。原来他就是当年帮忙处理慧秀的。他把慧秀拖到天台伪造了现场，为了上位不惜双手沾满鲜血，而慧秀成了他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噩梦。他强撑着精神去准备他的大计，却意外看到了他在国外的儿子。他急忙追了过去，随后他激动地看着这个从未谋面的詹姆斯。詹姆斯按照玉善的指示给专务编了一个凄惨的身世，而专务正如玉善所设计的那样，把詹姆斯接到了家里，还精心为詹姆斯准备了餐点。20多年的好朋友如今反目成仇，从未和人争吵过的他现在彻底黑化了。他要毁掉亲如姐妹的专务的一切，而这一切的导火索就是她的老公。原来她的男人崔议员是专务介绍给她的，她本以为是姐姐照顾她，是个单身狗，哪里想到男人只要喝醉，嘴里喊的都是姐姐木兰的名字。10多年来为了孩子，她都忍气吞声，但是自从拿到2人满含韵味的录音，她直接和男人摊牌。她问男人有没有真正的爱过她，看到男人沉默不语，她和男人坦白，即使他不爱她也没关系，她还是会和他一直在一起，在这个炼狱中直到永远。但首先他就要毁掉专务。之前他故意点拨社长，但是却被专务给无伤化解了，于是他只能找社长夫人。他提醒夫人要小心专务的别有用心。当他知道雨贤被专务设计后，还好心的建议雨贤换个公司，于是雨贤立马答应了对手的邀请。当雨贤故作轻松的和专务擦肩而过，随后专务就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与此同时，社长正敲打着普组长，因为他已经知道普组长和专务私交甚密。他劝普组长不管在谋划什么，立刻停手的话，他可以当作没事发生过。随后他问雨贤什么时候可以复播，普组长说雨贤已经离职了。社长怒气冲冲地找到专务，他问是专务故意赶走雨贤的吗？专务说是雨贤的合同到期了，自己这么做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，随后就扭头离开了。而普组长担心事情败露，连忙和专务通气。专务安慰说现在不就是动手的好时机吗？只要成功你就是一人之下的存在了。而他拿出了谋划已久的策划方案，但老奶奶说自己对方案不感兴趣，但是他相信专务的能力，
还表示马那1小时后就到齐。另一边，雨贤刚来到新公司，就立马主持了一个节目。他还对曾经被他甩脸的女人感激涕零，但是反转来得太快，他却突然接到自己被撤掉的消息。他赶忙联系自己的负责人刘长务，但是电话却被常务给挂断了。常务早就被专务收买了，他特意安排那女人负责安娜的时尚节目。安娜一知道这事，就忍不住去找专务抱怨。专务说刘常务是最合适的人选，还说他从没承诺过要帮安娜上位。安娜决定不再忍让，留下狠话，转身就走。他马上联系了遭遇相似的雨贤，告诉雨贤自己被刘常务抛弃全是专务的安排，连之前的直播事故也是他干的，但这都是专务指使的。于是两人就正式成立了受害者联盟。雨贤回到家，回想着专务之前的祝福，她重新拿出玉善给的资料，想起自己老公和专务的背叛，下定决心，她马上联系社长，告诉社长她接近他有其他目的，还暗示是专务指使的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社长不知所措。雨贤马上打起感情牌，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向社长道歉，还提醒社长要小心专务对公司的阴谋。社长问雨贤为何现在才说这些，雨贤说他害怕自己会做出过激的事。社长的反应正如雨贤所预料，说完雨贤就转身离开了。社长急忙追上去抓住了雨贤，看着雨贤泪眼婆娑，他马上抱住了他。刚还愁眉苦脸的雨贤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另一边，专务正在舒适的和詹姆斯聊天，但没想到玉善深夜来访。他没想到玉善一进门就撕毁了他的旅游照片。他问玉善这是干什么，玉善说他只是想亲手毁掉他的一切，还告诉专务这么多年崔议员喝醉都会喊着姐姐的名字。他问专务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对待自己这个亲如妹妹的人，难道是故意要怜悯他吗？木兰急忙辩解说不是这样的，这都是误会。听不进去的玉善让木兰直说，木兰才慢慢说出玉善是他真实的人，因为他从出生至今首次感受到了真正的纯真，也是因为你我才感受到幸福的温暖，如果没有你我都撑不到现在。而玉善心里真正想要的人是崔仁国，所以他把仁国让给了玉善，因为看到玉善幸福他也感到幸福。这种闺蜜情真的很伟大。可玉善被仇恨蒙蔽，一点都听不进去。接下来的话可能会有点吓人，他珍惜的人命运都很悲惨。你还记得韩慧秀吗？那戒指是我交给社长的，那晚他告诉我慧秀是你害的。专务急忙解释说不是这样的。玉善还是步步紧逼。木兰慌张地说不是，不自觉地朝詹姆斯的房间看了一眼。玉善说看来房里有人，于是他冲上前去看个究竟。木兰拦住玉善，哀求他放过自己。这一幕被詹姆斯听到了。雨贤这边用了个苦肉计，求社长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回到家，雨贤露出了微笑。第二天，社长找到徐导，让他为雨贤秘密策划一个节目。徐导一边开心一边也很诧异，他问社长为什么这么做。社长问他是不是也喜欢雨贤，徐导说确实很喜欢，但只是工作上的。社长说那我们想法一致，然后催促徐导快点准备。徐导心里虽然有点不爽，但为了雨贤的前途，他还是发了条短信给小卢密谈。小卢以为徐导对他有意思，徐导说这是不能告诉别人，这让他又陷入了美梦。然后他看到安娜还有雨贤的付出，小卢这才明白是自己多想了。三人正在激烈讨论方案，小卢在一旁默默的吃醋。普组长和专务也在密谋，他们只差5个百分点就能超过社长，但普组长担心其他股东会反对。木兰说不用担心，贪财的股东怎么会不想赚钱。然后木兰说该给你甜头了，多年的努力终于让他升为常务。玉善在和同事吐槽普常务，突然收到了詹姆斯的短信，原来詹姆斯不想再隐藏了。玉善劝说道你不想找回丢失的妹妹吗？只要你掌握了木兰公司的股份，通过她老公的帮助就能找到妹妹，然后你就能收到一笔丰厚的报酬。詹姆这才打消了放弃的念头。另一边，专务第一次主动约见崔议员。崔议员疑惑地问为什么选这里见面。专务解释说玉善误会了我们的关系。崔议员问玉善说了什么，专务回答重要的不是这些，重要的是玉善已经非常讨厌我了，我必须要解开我们之间的误会，从今以后我连短信都不会回他了，只要你告诉玉善我们之间没什么。但崔议员生气地说对我来说专务怎么可能什么都不是，如果能回到过去我绝不会放手，我为什么要为了专务而活。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。第二天，雨贤强势回归，在几人的共同努力下，雨贤代购的东西一会儿就卖光了。社长问专务感觉如何，专务问现在我的感觉重要吗？社长深思熟虑后起身，他说我不想和专务成为敌人，我希望专务能停止所有计划。专务说我没有什么计划。社长问你知道 Miller 公司吗？专务还是一问三不知。社长正要发火的时候，专务和社长也吵了起来，而他打算今天就结束这一切，但首要任务是要去见一个人。专务为了夺取社长的公司，让夫人签了股份转让协议，没想到这女人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。她说为了防止被人像专务这样的人骗，我一直在学习怎么保护自己，我只是想和专务玩玩。但专务自信地说想收购他的股份对我来说太简单了，因为我手上有他的致命把柄。女人一把抓住专务的头发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，别以为和我吃过几顿饭就能得寸进尺，你这真是自找苦吃。对此
专务依然若无其事。女人下意识感到了惊吓，但她仍然努力保持镇定。警察已经断定是自杀了，你没有证据，你能拿我怎样？那天我看到你了，专务说。我进去的时候，慧秀已经死了。女人急忙辩解说自己没做，慧秀的死因是抑郁症。专务说，这都是你妈妈骗你的。他马上拿出了一段录音，原来专务是故意套女人妈妈的话，有监控录下了那晚的一切。原来那年女人找到了慧秀，看到慧秀手上的戒指后，她在争执中不小心推了慧秀一把，慧秀受伤倒地没能起来。木兰赶到后正惊慌失措，却看到了女人的母亲。木兰在压力下只好帮忙把慧秀抬到天台，这才制造了慧秀自杀的假象。而他为了骗取女人的股份，特意找到女人的母亲，从她那儿骗到了确凿的消息。女人惊慌失措，拿起小刀说，你也是共犯，你又能拿我怎样？专务无所谓地说，别担心，我的罪我自己承担，你还是小心别让社长知道了。现在你唯一的出路就是签字。女人问，那我签了字后能保证你永远闭嘴吗？专务说，不能。那给我点时间考虑。女人说。专务说，我没时间了。女人内心挣扎了一番后，还是签下了这份屈辱的合同。随后专务把录音笔还给了女人。就在专务开门离去的时候，他看到门外已经有了社长，但此时的社长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专务看到电梯没到，就忍着剧痛拼命下楼，因为他不想自己的命运像慧秀那样，所以他才会这么不择手段。事情结束后，他决定去向慧秀谢。另一边，酒醉的社长还是下意识联系雨贤，但他伤心的说不出话来，而社长夫人还在拼命联系社长。当他听到接电话的是雨贤时，他气愤地让雨贤告诉他地址，于是他急忙赶到那个地址，看着雨贤那张酷似慧秀的脸，他一巴掌扇过去。雨贤整理了下头发，也回了一个耳光，直接把财阀夫人打懵了。他回过神来就怒斥雨贤，抓到你和我老公在一块，还敢打回来，真是不要脸。他知道雨贤想翻身做主人，但这不是他能得到的。雨贤却不同意这种看法。财阀夫人又想动手，但被社长拦下了。社长让雨贤先走。财阀夫人质问社长为何帮外人，社长劝他别说了，自己都是忍着没动手呢。说完他就回到车里了。财阀夫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。雨贤看着社长泪流满面，握着他的手让他哭出来。社长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。第二天社长回家，他说他们俩已经结束了，但财阀夫人说他不会就此放手，他才不会同意离婚。社长说他要告他，让他后半生活在恐惧中。突然他掐住了财阀夫人，说不想再被他这么称呼，说是他毁了他。财阀夫人说从他未婚时他就只属于他，毁了他的是慧秀。社长掐得更紧，让他别再说了。最后社长推开了他。财阀夫人情深款款地说他已经受到了惩罚，像小狗一样等他叫他名字或者触碰他一下，但他从没这么做。泪眼汪汪的他离开了。财阀夫人急忙扑上去说一切都是他的错，会帮他恢复一切，只求他不要离开他。两个人的爱情落到这步田地。这时玉善问雨贤，他是利用还是直接摔飞了女人？是真爱社长？雨贤支支吾吾。他告诉雨贤自己插手专务都是因为她老公和木兰的事。他问雨贤这次如果要对立，那他就不能再支持雨贤了。雨贤说自己也回不了头了。这样两人的联盟就结束了。玉善急忙去找詹姆斯。詹姆斯签完股份转让后，把他妹妹的资料交给了他。詹姆斯这就退出了。临走时对玉善说，觉得你比木兰还要可怜。玉善得到股份，找到社长夫人。社长夫人以为玉善来帮忙，没想到玉善泼了他冷水。然后他问能不能把雨贤赶走。玉善说做不到，但别小看雨贤的本事。听了玉善的话，他直接冲到雨贤办公室，扔了雨贤的东西后说，你要睡社长就去睡吧，去做你的傻事吧，反正你只是个替身。雨贤说他知道是谁。女人气愤地在雨贤衣服上涂口红。雨贤问他这是干嘛。女人说你看到的都是假的，别妄想从乌鸦变凤凰，等社长清醒你就什么也不是。还问雨贤不觉得对孩子有愧吗？雨贤踩住女人说要去录节目了，不顾女人的歇斯底里打开门，外面已经围了一大堆围观的，但雨贤还是帅气的走了。就在昨天财阀夫人羞辱雨贤后，雨贤终于下定了决心，找到了以前陷害他的前夫，他要和他正式结婚。前夫说他还没准备好。雨贤说他已经爱上社长了，比起软弱还陷害他的前夫，和一个默默付出的人，明显知道该怎么选。与此同时，雨贤的流言在公司传开，这让徐导非常纠结。他问雨贤这些谣言是真的吗？雨贤说他知道但不在乎，这是他自己的事情。一说完就想走人了。徐导急忙拉住了雨贤，直言自己真心喜欢他，不想看他陷入困境。雨贤推开徐导，强调两人只是同事关系。雨贤一回到家就拿出网购的新鞋，穿上高跟鞋去了社长家。雨贤说他是来道歉也接受道歉的。女人质问为什么要向他道歉，毕竟是你先对社长有意思的。雨贤承认一开始确实有些愧疚，但自从你在公司里大闹之后，他下定决心要夺走你的一切。女人一气之下摔了手中的杯子。雨贤继续对他施压，告诉他社长更爱自己。女人气愤到笑，说雨贤不过是个替代品。雨贤反击说你连替代品都不如，
然后他跺了跺脚，好些能带来好运气，特别是这还是社长送的。他靠近女人，劝她别把自己弄得太惨。话毕，雨贤潇洒离开，只留下伤心的财阀夫人。另一边，专务来到孤儿院，他想打听詹姆七的消息，但被御膳收买的院长装傻。专务注意到墙上有御膳的照片，他追问院长御膳是否来过。院长慌张回答说人太多了不认识。然后他发现墙上的照片不见了，急忙打电话告诉御膳。御膳回家时发现儿子在看相册，他赶紧把相册收起来。但定显说照片让他感觉很陌生，原来他失去了童年的记忆。御膳安慰他说过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。但御膳心里并不像嘴上说的那么轻松，他告诫崔议员要小心，他不想让定显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受到伤害，一旦定显知道真相，御膳会对他和木兰更加严厉。第二天，御膳用詹姆七的手机联系到木兰，然后他告诉木兰詹姆斯并不是他的儿子。这个消息让木兰震惊的说不出话来，接着他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策划的。木兰伤心的起身要走，但御膳没想到自己的姐姐会这么绝情，你竟然想要儿子的肾来救命。木兰气冲冲的走过来，他问御膳怎么会变得这么恐怖。御膳说这都是因为木兰欺骗了他。木兰说他一直都是真心对待御膳的，但充满仇恨的御膳根本听不进去。原来当初木兰提供的头发其实是定显的，这个消息对木兰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。但事实并不像御膳想的那样，其实这孩子是木兰公司老社长的。崔议员得知这消息后说御膳不能生育，他愿意帮忙抚养。木兰不想让御膳误会，所以他拒绝了。但御膳偏偏听到了这些话，清醒过来的木兰提出想见一面定显，但御膳误以为木兰想要定显的肾脏，他告诉木兰连想都别想。定显不知道他这个妈妈是最好的，这个真相让木兰都有点恍惚了。开车时他差点出了车祸，停下车后他回想起和定显相处的情景。于是第二天一大早，他急忙质问为什么他的儿子被御膳收养。院长说是他把孩子送来后，崔议员拿着照片赶了过来，紧接着御膳也来了，但他没告诉孩子是木兰的。木兰问崔议员知不知道真相，院长说自己没告诉他。这样一来，木兰也明白了，亲子鉴定全是御膳和院长搞的鬼。木兰急忙跑去办公室，质问崔议员真的不知情吗？崔议员说自己也是刚知道，当年他想去收养的时候，院长说孩子已经被美国人收养了。木兰抱怨崔议员为何还要去找孩子，崔议员说除了他还能是谁帮他。木兰抱怨他真是帮倒忙，他的行为让御膳误会更深，让御膳这么狠狠地报复他们。崔议员说他会动用所有关系帮木兰。木兰说已经太晚了。等御膳回到家后，他就问御膳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御膳说因为他太绝望了，当他知道自己不能生育，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，于是她只是想感受一下丈夫的怀抱，却意外看到了，她看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笑容，所以她下定决心要让他们再也笑不出来。现在轮到她笑了。崔议员问她是不是疯了，竟然想要毁掉像姐姐一样的木兰。御膳反问姐姐会抢妹妹的男人吗？崔议员追问她到底在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话。这时候定显刚好回来，两人赶紧停止了争吵。在这里不得不说，崔议员也真是活该，如果不是他做了那么多容易被误解的事，本来善良的御膳也不至于变成这样。夫妻之间坦诚相待真的很重要。孩子每天都被噩梦吓醒，他只能依靠药物来平静。喝完药后，他故意把杯子推翻，然后他故意紧抓着碎玻璃，因为他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。妈妈看到定显受伤，心疼地表达了关心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。从小就聪明的他早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。医生询问他知道后有什么感受，定显说原来我是被领养的，那我就要更努力更听话才不会被抛弃。医生问他为什么这么看悲观，定显说当他还小的时候，他永远也忘不了妈妈那嫌弃的眼神，现在这已经成为他的本能反应。但是当他特意画了一家三口的画，妈妈看到后也是第一次露出了微笑。从那以后，妈妈才开始对他笑。他也明白了，只要自己努力就能让妈妈笑。医生询问他们现在的关系怎么样，定显说很好，我们相处得很美好。但医生还是让定显按时吃药，因为定显的病情很严重。他回家看到父母在争吵，他也只能装作若无其事。但这个秘密已经让他心力交瘁。第二天，御膳直接和社长摊牌，他会保住社长的经营权，而他只会做个幕后的主持人。但他又让刘慧玲取代木兰的位置。他对社长说，这既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。就在这时，财阀夫人闯了进来，他想和社长谈谈，但社长不想浪费时间，直接吩咐门卫不要再让他进来。那女人像只怒火中烧的野狗，拼命挣扎，甚至咬了门卫才肯离开。接着社长问了木兰一声，是不是御膳接手公司也在他的计划里？木兰回答说没什么好解释的。社长气得声嘶力竭的吼叫。就听社长这么问，前辈，你不觉得靠着你的慧秀很悲哀吗？他说他的青春和梦想都被完全摧毁了，结果你只在那儿抱怨。社长质问为什么连慧秀的死都拿来利用，还说木兰真的太过分了。木兰反问，如果界限那么重要，那为什么是你们先越界的？社长含泪说自己家人把她当女儿，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？木兰太激动，结果晕倒了。社长把她送到医院之后，他回忆起多年前的一幕，
接着木兰告诉社长她怀孕了，社长知道孩子是他父亲的，然后他问木兰为什么不早点说。木兰说那时候的情况不允许，毕竟当时的法律是为富人服务的，更何况如果孩子的事让他母亲知道，他和孩子都不会有好日子过，因为他母亲一直知道一切。这下子社长也被震惊了。木兰继续说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儿子一个未来，毕竟他也有这个权利。社长代表他的父母道歉。木兰说能在临死前听到道歉也算是一种安慰，因为他已经是肾衰竭晚期了。社长听了更是悲从中来。然后社长准备去见雨贤，突然听说他的夫人试图自杀，他只得掉头回家。回到家一看，夫人还躺在那儿，原来这都是他的一场戏。他直接泼了一壶冷水过去。社长劝他别闹了。夫人问那你还会不会和我继续过？社长说我们本就不该见面。夫人说你就是我的答案，也是结局。社长说那我就改变自己。他决定捐出所有股份重新开始。夫人问雨贤知道你这么做吗？他知道了，肯定也会离开你。社长觉得这女人在危言耸听，他又警告她赶紧自首，否则他就别想翻身了。他拿着戒指沉思了好一会儿。而雨贤回公司一看，听徐导说节目让玉善接手了。玉善虽然道歉，可实际上是他故意让刘慧玲搞的鬼。雨贤气的想去找刘慧玲算账，结果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。正巧社长打来电话，他就去了他约的餐厅。社长说要卖掉公司股份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雨贤吓了一跳，问为什么。社长说自己发现父母不是好人，他不想将来自己也变成那样，他想要堂堂正正的活着。他劝雨贤放下一切，和他一起走，他会照顾好他和他女儿的。第二天他去找以前的上司，追问是不是他故意挤他下来的。木兰说是玉善搞的鬼。玉善已经控制了公司大部分股份。见到两人聊天，玉善对雨贤的询问也直言承认。木兰劝玉善回头是岸，但被仇恨蒙蔽的玉善根本听不进去。雨贤回想玉善之前的帮忙，觉得自己完全被骗了。按照和社长的约定，木兰实名举报了他的夫人。果然女人被警察带走了。为了报复她丈夫，玉善直接爆料议员出轨的照片。定显看到新闻后大吃一惊，急匆匆来找木兰质问。木兰见到定显内心异常激动，但他努力保持镇定。定显拿出手机问那个人是不是你。木兰说那不是我，是你妈妈误会了我和你爸的关系。定显生气地说妈妈怎么会误会，肯定是你们做了什么伤害她的事。木兰强忍着对儿子的思念，她保证一定会把事情说清楚。木兰的心里此时多么痛苦。第二天木兰像往常一样去做透析，出来时又遇到了玉善。玉善说不能只让姐姐一个人受罚，她也要把她老公搞砸了。木兰说因为你，孩子也变得不知所措。玉善急忙追问发生了什么。木兰说放心吧，我什么都没透露。然后他告诉定显他的父亲是老社长，他只是不想让玉善知道这份羞耻。崔议员只是出于同情才这么做的。虽然玉善口头上说不信，但开车的时候心思明显不在焉。玉善急忙去安排定显和崔议员的 DNA 检测。木兰把所有秘密都说出来后，不禁期待着将来和定显的美好生活。他希望玉善知道检测结果后能够回到从前那些美好的日子，但他在这份期待中永远的离开了。不知道结果的玉善甚至没有去送木兰一程。雨贤不断回想木兰的话，人只能靠自己，不能指望别人。于是他质问玉善为何对他赶尽杀绝。玉善说告诉你个秘密，之前阻碍你的也是我，因为你过于嚣张，觊觎我的位置，你是赢不了我的。雨贤毫不示弱地说我知道你的秘密，定显的亲生母亲是木兰，而玉善领养定显完全是为了报复木兰。这一切都被定显听到了。玉善听到关门声，吓得赶紧看过去。雨贤直接警告玉善快点恢复原状，不然你就等着瞧。玉善急忙打电话问定显有没有回来，听到定显说他没回来，他这才稍微安心。随后他拿出了 DNA 检测报告，看到检测报告，他感觉天都塌了。晚上睡觉时，他看到定显在身边，他问定显发生了什么。定显说他去过木兰阿姨家，家里空无一物，看得人心酸。玉善急忙追问发生了什么。定显说当他误解他时，他却对他微笑，他竟然对自己的亲生母亲说出那样的话。玉善急忙说他是爱他的，但是定显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定显说他努力了这么久，只是希望妈妈能幸福，但最终发现自己只是个负担。玉善伤心地坐倒在地上，他整理好心情后急忙到处找定显，但找遍了也一无所获。正当他心痛不已时，接到了定显同学的电话。定显竟然想自杀，说要去陪伴木兰。幸运的是经过紧急抢救，定显最终脱离了危险。雨贤听同事说起定显自杀的事，吓了一大跳，他的极端做法差点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玉善解开了误会，终于来到木兰的墓前忏悔。而那位放弃了公司所有股份的社长，终于开始过上了他一直憧憬的生活。雨贤放下了野心，向玉善道歉，说如果不是因为定显的事，他可能还会继续迷失。两人的误会也因此得以消除。就在这时，离家出走很久的定显回来看望了玉善，母子俩的关系也恢复了初时的亲昵。时间飞逝，得到玉善原谅的雨贤终于成功爬到了管理层的位置。此刻的社长变成了定显，